早年的电子游戏不像现在3A 大作或是动画电影拥有全配版的交响乐队去编制、去打造整个配乐，因此在那个年代 ，BST 也就是虚拟乐器技术成了游戏配乐的主流，尤其是在各种16bit 的文字冒险游戏以及视觉小说占大多数。虽然在 MIDI 刚问世时，电子音乐是不被音乐界所认可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天才音乐人也开始利用 MIDI 和其他电子音乐技术，创作出许多令人惊艳的作品，而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深泽秀行。深泽秀行出生于1970年11月30日东京都，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对音乐的热爱。小学2年级开始学钢琴，中学时期已经能演奏 keyboard、爵士鼓、吉他、贝斯等乐器。曾经组过业余乐团、电子音乐团体，以及在音乐公司 Office Without 担任曲师。不过在2018年后离开了该机构，并且成为了自由工作者，直到现在。深泽在业余团队解散后，由于想继续玩音乐，但苦于没有成员，而且又想知道如何自己制作音乐，他就自己在乐器行买了合成器和序列机，自己当起了团员，并且开启了他制作音乐的道路。就在深泽大约18岁时，他正式奠定了想以音乐为生的这个梦想。作为电子音乐起家的深泽来说，他很快就被游戏市场相中。早期的作品包括《鬼武者》系列、《魔物猎人》系列、《快打》系列，都是赫赫有名的作品。帮各种大 IP 的多部系列做进行配乐，证明了深泽的音乐确实具有他自身的风格以及他的品牌性，并且在这之后，他接触到了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大一个 IP—— 行乐世界。当时的行乐已经算是相当有名的 IP 了，他们的所有作品《月姬》《空之境界》《Fate》系列都是建立在同一个世界观下所发生的不同故事，在每一部作品间寻找关联性，自然也成了粉丝们之间的热门话题。而且在2012年 ，Type Moon 发布了他们行乐四天王的最后一块拼图《魔法使之夜》。作为四天王的最后一部剧作，同时也是第一部真正由魔法使出场主演的作品，行乐可说是卯足了全力。音乐制作除了元老级班底方鹤静太以及 James Harris 之外，另外就找上了深泽秀行进行合作。在游戏版的 OST 中，方鹤静太主要负责一些日常项或是铺垫情绪用的 BGM，James Harris 则主要负责一些沉淀心境用的音乐。而其余大部分有主题旋律的音乐则交给了深泽秀行进行制作。在衍生版的 OST《魔法使之夜》Original Soundtrack Repetition 中，则全部交由深泽秀行制作。要我说深泽的音乐的话，那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风骚。与泽野维普那种气势磅礴以及悲壮的情感不同，深泽很擅长利用独奏弦乐或是数个声部的弦乐来诠释激昂的情感，像是苍崎亲子的《First Star》。第五魔法 5。以及行乐10周年嘉年华的纪念曲 10th Symphony Type Moon。而在游戏版的 OST 中，深泽可说是用了各种大量的曲风，从海豚的小夜曲到热血澎湃的 First Star、5等，每一首 BGM 都与文本剧情和悲集 CG 完美契合。除此之外，深泽对每个重点角色都有设计属于他们的主题音乐。久远寺有珠，一位高贵且神秘的魔女，平时不苟言笑且重视原则，在必要的时候，她会是你的敌人，但也可以是你最为信任的寄托。主题音乐为忧伤的 A 小调，其中重复循环的降声音型咪瑞哆啦咪瑞哆西嗦瑞，配合着弦乐器的拨弦演奏，营造出魔女的神秘气氛。除此之外，重复循环的降声旋律还不断的进行声部替换，从钢片琴、钢琴，再到一些我听不出来的乐器，再回到钢片琴，最后以弦乐重现，爆发出所有感情。如此的简单，却是如此的高雅，如此的富含情感。也许在故事的最后，我们能敞开这位魔女冰冷的心房，也说不定。苍崎亲子，冒冒失失的主人公，蘑菇的大老婆，第五魔法的继承人。平时看起来随性奔放，但却有着无穷潜力的魔力转换。人送外号“人类飞弹发射器”。
主题音乐为降 B 小调，前期以朦胧的钢琴声作为铺垫，并且在衔接数个小节的钢片琴后进入弦乐主奏。电子鼓强烈的节奏宛如亲子的大炮般蓄势待发，主旋律哆瑞拉嗦发，哆瑞咪嗦发。凌晨从下行接到上行，但都以发作为结尾，充满了记忆感与节奏感，并且整段旋律不停地做8度转位，让你感受不到音律的结尾，不断地在提升档次，就如星子那无穷的魔力转换一般，不断地超越每一次的极限。当然，除了角色主题曲以外，更少不了奇幻类作品都一定会有的战斗史诗 BGM。其中常被玩家们拿来讨论的乐园之战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对战中，亲自看穿了 Phyto-Snark 隐藏在月亮底下的真面目，并且打算以魔弹将其击落。然而，身为3大童话怪物的 Phyto-Snark 自然也不是吃素的，直接召唤巨大冰盾陨石进行抵挡。在这场对波中，深泽用了3首神曲来诠释死谜场面，分别为 Phyto-Snark、绚烂 Finality 以及显现 Great 3。Phyto-Snark 属于标准的战前音乐，沉重的大鼓以及激昂的声乐，充满着最终大 BOSS 降临的气场。绚烂 Finality 则诠释了亲子发射魔弹时的爆发力，男女声乐的交替切换，小提琴激昂的演奏以及女高音的疯狂输出，把紧张感跟陨石即将落下的压迫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后的显现 Great 3则与前手那纯热血的紧张感不同，像是想到了什么计策一般，以稳定的击鼓节奏来准备那破釜沉舟的最后一击。而这最后一击也确实成功击破了陨石，并且击中了 Phyto-Snark， 打破了乐园幻境。去掉了打击乐伴奏后的纯声乐，像是 Phyto-Snark 哀痛中的悲鸣，消失在了夜空之中。这场乐园之战层层堆叠的 BGM， 总在人们准备放弃之时又重燃希望，情感波动一层一层的被放大，让观众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都达到了电影级的享受。也因此，该名场面在后世被人们誉为亲子射乐。如果你问我《魔法使之夜》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品，那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沉浸式 VR。它的每一张 CG、每一段配乐、每一部剧情都看成艺术等级，让你一个不小心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说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动画产业已经算是逐步成熟了，但是《魔法使之夜》却是以视觉小说之姿展现了不输，甚至超越了电视动画的艺术感以及沉浸感。在优辐社总算宣布要接手魔夜的动画化之前，一直以来都有人在问：魔夜为什么不动画化？传言是因为魔夜的视觉小说实在是太成功、太难超越了，以至于在当时，不论有哪个动画制作组说他们要做魔夜的动画，大概率都会被骂爆。就像当时的月。随着压倒性好评的声量，魔法使之夜的成功自然是让星月的长老们笑得合不拢嘴，而深泽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星月的御用曲师之一。合作的作品不断推出，包括 Fate Stay Night、Real Da Noa、Fate Stay Night、Unlimited Blade Works、Fate Grand Order、2021年的月姬 Remake 以及 Fate Grand Order 神圣圆桌领域卡美洛。就在深泽开始进入音乐制作的成熟阶段后，他不但没有放宽对音乐的要求，反而更加执着、更加严厉地审视了自己的音乐。在行乐月刊《Time Moon Ace》的访谈中，优辐社的社长近藤光就曾经透露，在 Fate Stay Night UBW 制作中是采用电影配乐法的方式进行配乐制作。在以往制作 TV 动画的配乐时，曲师并不会拿到完整的动画画面，而是只根据一些脚本或分镜画面，让曲师制作出相应的几首主题旋律，然后再根据主题旋律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变奏版本，最后再由动画组的音响监督将做好的配乐剪辑在各个适合的场景画面进行贴片制作。然而电影配乐法则是在画面完全制作完成后才交由曲师进行配乐制作，因此曲师可以针对作品中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都去制作出近乎是完美的配乐，去呈现整体氛围，属于极高成本的制作方式。光是原始配乐，深泽就将近制作了365首乐曲，而 BD 版的 OST 特点以及正式版的 OST 中，则分别收录了50首以及78首曲子，而这也是 TV 动画历史上首次采用电影配乐法去制作的动画配乐。就在深泽与行乐的合作成为了以往的惯例之后，深泽在 COVID-19 爆发之时，接任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挑战 ——Fate Grand Order 交响音乐会。FGO 音乐会是由方鹤静太、深泽秀行以及作曲家三宅一德共同监督指导的企划，并由东京都交响乐团以及首席指挥家竹本太藏共同演奏。
除了录制专辑以外，也有进行现场出演，看得我热泪盈眶。包括合唱团在内，总共合唱团32人，第一小提琴14人，第二小提琴12人，中提琴10人，大提琴8人，以及第一提琴6人。对于要向没玩过游戏的团员们讲述音乐的情感，属实是一个难题。例如在最后的死斗，女神伦格米尼亚德之战中所使用的声乐，并不是清晰的语言，而是纯声乐的音符。指挥家竹本先生就希望弦乐监督组能够直接向合唱团解释这首乐曲所代表的情感。除此之外，在录制合唱团时，竹本先生也有亲自开口进行合唱，也就是在当下，深泽由衷地感受到，音乐制作中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不该只是紧紧地将谱面交给对方，然后告诉他们按这个唱，而是应该要找到能够真正表现音乐的人，这确实会让人不胜感激。而在现场演出的音乐会中，他们更是进行了另一项艰难的挑战，那便是完全采用声音表演。也就是没有使用任何 PA 设备以及 PA 手去调控以及平衡环境的声音。要知道，在通常的乐团表演只会有一个鼓手，那位鼓手他自身就可以担当整体节奏音量的平衡。然而，就连单鼓手的乐团演出都需要 PA 手去帮忙调控环境音，更别说是在这种需要大量打击乐去营造气势磅礴的战歌时，声音表演只会变得极其的困难。所有的演出细节都只能交由乐手们的努力配合，然后修正，再配合，再修正。相信我，作为一个混音师，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究竟修正了多少个版本，才能定下最终的演出方式。而就在弦乐监督组努力不懈的坚持，以及东京都交响乐队那精湛高超的演奏技术上，他们成功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配合着极其壮丽的视觉效果，将最纯粹、没有进行过任何修饰的美声带到了粉丝们的面前。此次音乐会的成功，对于弦乐监督组来说，更是一次非凡的成就。方鹤落下了感动的男儿泪，而深泽也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他激发出了更多编曲时的想法与手法。在过去，深泽都是独立的在制作音乐，从录制、监督到音响监督，都是从作品中去解释音乐的情感。然而，交响乐却是个完全相反的情景，从幕前的乐手、幕后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的观众，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共生共存的场所，大家共同的去感受着音乐所带来的情感。也因此，在音乐会结束后，深泽感受到了他的音乐听觉似乎已经产生了变化。他的脑海中会一直浮现着交响乐版本的神圣圆桌领域卡梅洛，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并且能在日后将这种听觉上的变化灌注到他所有的作品当中。做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天赋、知识、技术，还是努力？我的答案会是坚持不懈的匠人精神。当一个人会在某个时间点对一个作品产生出无尽的感动，那便会是在画面、情节以及配乐上都达到完美契合的时候。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并不是靠天赋或是技术就可以显现的，而是要经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修正、不断的磨练才能达到的境界。深泽秀行从魔法使之夜的 OST 到 Fate Stay Night UBW 的电影配乐， Fate Grand Order 的交响配乐，以及花费了5年时长制作了8张 CD、8个小时音乐量的乐季 Remake。这当中，他不断进化的就是他那坚持不懈的匠人精神。而深泽与弦乐世界的邂逅，也会持续的将这种理念灌注到他们未来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魔法使之夜与 Fate Grand Order 联动，2024年底的魔法使之夜剧场版，以及9月即将举办的 Fate Stay Night 20周年演唱会，将由深泽秀行与维普游记共同演出。我想我是没那个福气能够抢到演唱会的票了。不过魔焰的电影肯定是要给他狠狠的来个多刷。而至于在那之前呢，我只希望蘑菇关于那个魔焰2。